关注大度，也白富。What's up？ 我是大度。如果你现在正想冲一台双屏笔记本 ，Hold on, bro！ 我已经当了2个月的大冤种了，不是2个月的尊贵双屏笔记本用户。这期视频会讲一讲你可能永远也意识不到的双屏笔记本对比单屏笔记本的4个优点和4个缺点。听完再决定啊！当然，如果你也正在用双屏笔记本的话，也欢迎把你的心得发在评论或者弹幕给大家参考。这期视频的结论适用于所有2026年及以后出的双屏笔记本电脑，大家先点赞、收藏、关注一波。我们开始，先说优点。第一个就是工作效率提升明显，2块屏幕就像我家这2个菜板，一个切荤，一个切素，互不干扰，互不串味儿。拿 PR 剪辑举例子，下屏放音视频轨道可以同屏显示10级轨，基本不用再去动轨道的高度以及添加新的轨道，左右拉满的轨道宽度也能大幅降低拖动轨道的频率。这时候上屏用来放置预览的画面、素材管理、调色、效果控件等等，就很少会再去变动各个功能区的窗口大小了。其实我的显示器尺寸是很大的，但以往我在剪辑的时候还是习惯性按单屏的逻辑去分配功能区域，双屏则给信息做了分仓，天然形成主次分明的屏幕信息，脑子和手的操作不容易糊成一团。所以双屏在减少了很多繁琐的操作以后，你的思路是更不容易被打断的。其他的工况，比如修图、直播、游戏、开会、写稿、看竖屏内容时，双屏它会随着你的使用时长的增加而慢慢的释放一些你在买之前根本意识不到的潜力。欢迎你来分享一下你的双屏笔记本电脑的使用场景以及你的窗口是怎么排布的。第二个优点，猎奇和逼格。我之前用 MacBook Air 加上后面的那台台式机来做我的所有的工作，但是他们加起来都没有这一台双屏机器贵。当我给婷姐说，我说把这台机器的视频做完就拿去卖了回血啊，平日里持家的婷姐她都跟我说把它留下来吧。但是有台有逼格的机器的。重点是他摸这台机器的总时长不超过60秒。哎，还是当年追我的那个颜狗啊。进去。也的确，这段时间用它被搭枪的概率远远大于 Starbucks 的专用本。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不在意别人眼光的人啊，但是当别人对这台电脑投来那种好奇和赞扬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小高兴的。第3个优点，键盘不烫手。这种屏幕和键盘可以分离的结构的机器，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用，所以室温是多少度，它的键盘就是多少度。没有想到笔记本上铁板烤猪蹄的老毛病就这样被分离形态的键盘完美解决掉，放在大腿上用机也不会滋滋的冒油了，这算是个意料之外的收获。第4个优点，拯救视力和脊椎。当我想要离屏幕远一点，只用把屏幕和键盘分离，就能让眼球和屏幕的距离拉大不少。除了距离上相对护眼外，普通笔记本很多时候是低着头、弓着背、脖子前倾在使用的，而这一类双屏机器在展开的时候，它的上屏高度刚好和我的视线齐平，不需要埋着头勾着身子去用机。对于长时间耗在电脑上的社畜来说，能够一定程度上减轻脖子的压力。OK， 爽点说完，下面这4个容易劝退的点，看完了你再决定。第一个就是贵，双屏机器都会比同配置的单屏机器贵了一大截，甚至翻倍。所以问题就来了，你是买它，还是花1半的预算买同配置的这种轻薄本，或者是买一台超级猛的游戏本呢？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替你回答，每个人的算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要问一下自己，多一块屏幕多多少钱你可以接受呢？第2个缺点，脆弱。双屏机器的结构更复杂，铰链、排线、屏幕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它损坏的概率会比传统的笔记本更高。如果不小心摔坏，或者是在挤地铁的时候把屏幕给挤坏了，那这台机器维修起来的时间成本和费用都会比传统的笔记本要高很多。第3，更厚重，这点很好理解，即使是定位轻薄的双屏笔记本，在合上的时候也直逼游戏本，而重量也远超同尺寸的笔记本，所以购买前你得考虑好你自己对厚度和重量的耐受程度。你可以用差不多重的书来模拟着背几天试试，不然真的很容易吃亏。第4个点，耗电。我的这台0114双屏，它用的是 Panther Lake 的处理器，所以说在单屏状态下的续航非常屌。但是我一旦切到
双屏去使用，它的续航就会暴跌40%，一下就从那种可以放心的用一整天，到现在半天吧，就已经开始陷入续航焦虑了。我都不敢想象，如果是这种游戏本品类的双屏电脑，这种耗电大户，那个续航会焦虑成什么样 ？OK， 总结，双屏笔记本在本质上解决的是我能不能用它更顺畅的同时做多件事，或者是更高效的做好一件事。想清楚了这一点，你再决定要不要去买双屏的笔记本。这个就是我这2个月总结下来的双屏笔记本的4个优缺点了。你最近在看哪一款双屏的本子？可以打在弹幕或者评论，大家都可以帮你参考一下。如果这期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不要忘记点赞、收藏、加个关注。OK， 如果你们想看更多好玩、好笑、有骚气的科技数码视频，一定记得要关注大都一夜暴富。Peace。